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象征美食节。今天这期视频除了教你们做包子，也会详细的讲解包子的塌陷原因。包子的塌陷原因除了和馒头塌陷原因相同之外，包子也有它特有的塌陷原因。包子塌陷的主要原因还是跟我们的面粉、酵母以及制作手法有关。我建议你们去看看我之前发布的不会失败的馒头。你们只有把馒头做的不塌陷，才能把包子做的不塌陷。有的网友馒头塌陷很多次，按照我那个方法和配方一次就成功了。我就先从发面开始讲。今天用到的配方是750克高筋面粉，蛋白含量是 12.2， 390克温水，也就是1斤面粉260克，750克面粉就是390克水，8到10克泡打粉加入面粉中搅拌均匀。关于泡打粉，我今天要说明一下，因为前天有个网友在某网站看了我的红糖开花馒头里面放了泡打粉，在视频评论区语言攻击我。无铝泡打粉对身体是无害的，你们不信的可以去百度或者谷歌搜索相关问题，也可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医生，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攻击我。那期视频里面我也说了，不喜欢的可以不放。其实我完全可以把加泡打粉的镜头删除，告诉你们我没有放泡打粉，但是我不会这么做，因为我要保证你们用了我的配方和方法也能做成视频里面的效果。我不会像我之前打假的那个视频，最后蒸出的馒头和视频的配方都不一样，结果很多人在他视频下面留言说用他的配方蒸出的馒头都是黄点。8克酵母和15克白糖加入温水中化开，倒入面粉中。关于怎么发面更快，目前白糖和酵母加到温水里化开再倒入面粉中，发面是最快的，比把酵母白糖直接加到干面粉中发酵速度能快一半。用筷子搅拌成絮状，然后用手和成面块，和好以后放在一个温暖的地方进行发酵。我今天还是选择用烤箱发酵，提前把面团跟盆里边喷一层水，然后盖上保鲜膜，放在烤箱里面发酵的过程中，盆里面会一直保持一个潮湿的状态，这样比较利于酵母的繁殖。现在是15点44分，我们来测一下这块面发酵好用多长时间。现在时间是16点22分，我们看一下面啊，大概用了40分钟。昨天有一个网友问我说，面发酵到什么状态最合适，算是发酵好？发面是可以用一次性发酵法的。我这次面发了40分钟，刚刚发到一个完美的状态。只要不发过，什么样的发过呢？如果说你用手戳一个洞，里面的气体泄出之后，面塌下去了，就是发过了。像这种就是刚刚好的。这个面发了40分钟，也就是说我们发20分钟、30分钟都可以的，只要在我们做好馒头包子之后20发酵好就行。因为面太多，做包子的过程比较慢，一次做不完，所以这个面揉一下，留一半放到盆里面，不要一次揉完，揉完做不完，面团后面会变得粗糙，用多少揉多少。关于面怎么揉光滑，之前也有粉丝说为什么揉光滑以后再揉它就变粗糙了。揉面的过程就是这样的，刚拿出来的面先是揉光滑，再揉就会变粗糙。你像现在这样的看上去是光滑了，如果再揉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这种情况是正常的，所有的发面揉面都是这样的，不用管它，我们只要继续的用力揉就行了，用力的揉，这样好，揉成这样我们就可以出机子做包子了。即便是揉成这样，它也没有我们用机器压的光滑，所以家里边有压面机的话，我还是建议用压面机。出机的时候会有点粘手，我把表面撒一点干面粉。我现在先把冰箱里面冻的包子馅拿出来，因为今天的视频主题主要是讲到包子的塌陷问题，所以我把包子馅的制作过程放到了视频的结尾。包子馅冻了一会儿之后会变得硬一点，这样包的话会好包。至于包子馅为什么要冻，你们看到视频结尾调下的教程，你们就明白了。包包子，我来跟大家演示一下手法怎么包的。包包子是用到这3个手指头，大拇指放这里，这2个手指放这里，这样捏一下，再这样，大拇指捏的过程中是边捏边往这边
划着，不要捏死。如果捏死，你会把从这个地方的面一直捏到这边，会捏一个疙瘩。那我们捏一下，用力捏，捏薄了之后再用力捏薄。所以我们大拇指这个位置一直就是捏这么薄的面，它不会把一块面全部捏到一起去。最后就捏成了这样。包子我是建议封口，尤其是肉馅的包子，如果不封口，里边的汤跟油在蒸的过程中会漏出来。好，现在我来讲包子为什么塌陷。包子塌陷的原因，它的主要原因还是跟我们的面有关，就是我之前做馒头塌陷试验说的那些问题。如果说那些问题你做到了，包子还是会塌陷。第一个就是你的包子皮擀得太薄，另外包子塌陷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跟我们的包法有关。我之前卖包子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的肉包子不会塌陷，素包子很容易塌陷，尤其是粉条馅的。当时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以为是跟粉条有关。直到我上次做了那个馒头塌陷视频之后，我才找到它的原因。第一个就是包子皮薄，它没有支撑力；第二个就是开口，包子开口，它里边蒸好之后，里边的气体跑出来了。第三个，我来擀一个皮跟大家说一下。我本来是打算用红豆给你们演示的，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红豆，所以我切了一点芹菜。比方说肉馅跟芹菜馅，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。肉馅在包的时候，因为它更软，在我们包的时候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包子皮。但是这个芹菜，包括韭菜，就是蔬菜类的，它有一点点硬的，像这个带棱带角的这个地方，在我们包的过程中，它就会把这个面皮扎破。很多人包包子讲究一个皮薄馅大，塞很多馅进去，包不住他就用力往下按。如果你同一块面做馒头不塌陷，做包子塌陷，你想一下，你是不是占到了这三个原因？第一个皮薄，第二个开口，第三个就是馅硬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卖包子的时候，粉条馅的跟韭菜馅的很容易塌陷，像奶黄馅的、肉馅的就很少塌陷。当然，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，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面没有做好。如果你的面做好了，即便你是开口皮又薄，它也不会塌陷。其实我做包子比做馒头更在行，因为我卖包子卖了好几年，我没有卖过馒头，只是说我在家里边会偶尔蒸一次馒头。好，这一笼包子就包好了，包好以后我先放一边，再包一笼，两笼一起蒸。因为时间我怕来不及了，等会儿那一笼就发过了，我就不揉了。我这一块面我就拿到压面机去压，刚好也给你们做一下对比，看一下压面机压出来的跟手揉的包子皮到底差别有多大。这一块面压面机已经压好了，卷起来出剂子。这一个面我等会儿会包这个芹菜来给你们做一个试验，但是我不敢保证它会塌陷，因为我这个面做的是很好的，尤其是发面的过程中，我只用了40分钟就把它发好了。如果说把这一块面再让它发酵1个小时，塌陷的几率就会变得更大。像第一笼包子这些面，我就可以保证它100%的不会塌陷。如果这个面我把它擀薄一点，不封口包芹菜，我就不敢保证它能100%的不塌陷。包这包子的时候，这里面如果有气泡的话，你不把它放掉，肉馅里面的汤会顺着这个气泡流出来。包不住，它就用手这样往下按，最后结果就是，因为我这个面是用机器压的，它比较有韧性，所以它没有把面皮扎破。如果这个包子我是用手揉的话，像这样包的话，这个芹菜的角会把这里顶破。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看到，被芹菜的棱角顶到的地方，这个位置面皮变得会更薄。面皮薄了之后，它没有了支撑力，蒸好之后它就会塌陷。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，还是我刚刚说的，我那一期不会失败的馒头，你按照那个视频的方法去做，只需要把水加到260克，然后来做包子，它都不会塌陷。好，现在是总共3笼包子，第一笼，这是第二笼，这是第三笼。第一笼已经2次发酵好了，但是第三笼还没有，所以我现在要把第三笼放到烤箱里边，稍微给它进行一下2次发酵，然后3笼就可以一起蒸了。这一笼包子就是最后包的，因为放在烤箱里边发酵，已经发酵好了，我就用50度的温水上锅蒸，这2笼放下边，让它先接触到下面的热气，再进行2次发酵。这一笼放在上面。像这么大的包子，上气以后计时13分钟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蒸太长时间。好，时间到，关火。除了那个包芹菜的，其他的我都可以保证它100%的不会塌陷。现在还在冒热气，我就直接打开盖子。第一笼这个芹菜的也没有塌陷。好，我们打开看下面的，有点烫手。
第2笼也没有塌陷，第3笼也没有塌陷。所以包子塌陷主要原因还是跟面有关。只要你们按照我那个不会失败的馒头那个方法去做，基本上做出来是不会塌陷的。看一下这个包子非常的蓬松，蓬松的花纹都已经不见了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下总结，想要包子不塌陷，就按照我那个不会失败的馒头的方法和配方去做。第2个就是包的时候尽量收口，皮儿不要擀太薄。如果你的馅儿是韭菜或者芹菜，包的时候尽量的不要用手压，导致馅儿把皮儿给扎破。现在我们开始来制作包子馅儿，先把葱洗干净，拍一下，然后从中间划一下，再切。关于葱的用量，葱可以用来调味，也可以用来当配菜。1斤肉你可以放半斤葱，也可以放1斤葱或者2斤葱都可以。切碎以后放在一个盆里。好，现在重点来了，我们切好的大葱不要直接放到肉馅里边，我们要先用油拌一下。用油拌过之后，它会把大葱的水分锁住，再放到肉馅里边，再加入调料，盐就不会把大葱的水分腌出来。这样大葱蒸好之后，它能保持一个比较新鲜的程度。这个油就是我之前教大家做的包子饺子馅的专用料油，里面已经放过了葱姜蒜、洋葱，还有一些香料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包子馅是不用葱姜花椒水的。油可以多放一点，等会儿拌肉馅的时候就不用再放了。如果你的肉馅里边有其他蔬菜，或者你是做素馅的包子、饺子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，提前把蔬菜用油拌一下，能有效的防止被盐腌出水。好，把油拌均匀以后放在这里。如果你们家里边有料理机的话，我是建议把姜切成块，放到料理机里边打碎。我之前卖包子都是这样做的。切碎以后放到这个料理机里边，在里边加一点水，不加水不容易打碎。盖上盖子，放到料理机里边，几秒钟就可以了，打得非常的碎，比我们用手切的要好很多。打碎以后，这个也放在一边备用。关于肉，我是建议大家用肥一点的，像我买这个是五花肉，其实我还是觉得它有点瘦。一般包子店用的都是7分肥3分瘦的，这样的包子做出来吃的才更香。今天买的肉23块钱一斤，你们那里多少钱一斤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没有做那么碎，这样蒸出来包子的馅儿咬开，里边的肉是一粒一粒的。把肉馅放到盆里边，现在调馅儿，先把我们刚刚打好的姜倒进去。倒入适量的盐，包子饺子专用的料，没有的话可以放13香、5香粉都可以。生抽、老抽、鸡精、蚝油、香油，也就是芝麻油，然后准备1碗温水。这个温水可以是葱姜花椒水，或者是鸡汤、排骨汤都可以，一定要是温的。为什么有的商家卖的包子里边的馅儿一咬开很多汤？是因为它拌馅的时候打了很多水，打水是有讲究的，凉水不容易打进去，冻馅温水是最容易打进去水的。今天因为拍视频，所以这个馅我就不动了，我直接往里面打温水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是建议大家直接下手，馅儿剁得越碎越容易打水，打水不能一次性打够，一点一点的打。等水被肉吸收以后再加水。商家打水一般都是用电钻，那个速度快，我们用手打的话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。好，现在水又被吸收了，我们继续往里面加水。至于水加多少是根据我们的肉馅的粘度，像现在这种状态已经可以了，这种状态我们直接包的话是刚刚好。如果再加水，馅会因为太稀，我们包的时候不好包。但是还有一个办法，再加一点水，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冻一下，冻过之后的肉馅会变得更黏一点，这样我们包的时候就会好包一点。打成这个状态以后，把我们用油拌过的葱倒进来，我觉得颜色有点浅，再加一点老抽，把肉馅放到冰箱里面冻起来，我们开始发面。